怎么样？看看。纤维粗细跟排列方式不大一样，什么意思？是这样的，不同的造纸工艺造就了不同的纸张。这幅画使用了材质相近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纸。你说这画用两种不同材质的纸拼接而成的？对，画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宣纸拼接而成的。来，看看这画。这幅画它的右侧比左侧平均高了0.02毫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眼睛看会觉得奇怪的原因。我们的眼睛是不会骗自己的。这个画使用了相同的颜料，可是是颜料它就有色差。我在想，会不会是当年作画的人因为纸张不够大，所以才拼接的？可是既然是拼接的，就很有可能是现代人干的。现代人？对。陆明，如果是现代人拼接的话，在价值上会大打折扣，是不是？肯定啊。这样，我去找个专家再看一看。好。哎，一顿饭啊！臭小子。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物件让我看呢？没有，还是仕女图。上回不是看过了吗？您坐啊，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来，您看看这幅画啊，您再仔细看看。我总觉得这个部分呢，有点奇怪。您看看啊，这个祥云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它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吉祥的图案。这祥云呐，是隐藏在你心里头的，你说它有，它就有。薛老啊，我是想让您再仔细的、好好的帮我们鉴定一下这幅画到底是真还是假。徐老，徐老，你怎么了？徐老，徐老120吧，马上派辆救护车。对，到刑警队，快！安队长，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钱总，您是古云画廊的法人，您贩卖了1300万的赝品。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这个古玩行啊，打眼和看走眼那是分分钟的事，这还得感谢你们警方一正视听。我们是万万没有想到，请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鉴定出的意见，这个画居然是假的。这么多专家都不靠谱，这就是教训。钱总，您能告诉我，您这画是从哪儿收的？这就要问我们收藏部的人了，他们经理刚出差。要不这样，等他回来，我让他立马和你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也看了一下记录，这幅画是由一个小年轻给我们送来的。我们的收购价是10万元。
这个小年轻走的时候啊，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呢也不会强迫任何人留下任何资料，这是我们的行规，希望你能理解。这样，钱总，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请您不要离开本市。好，打扰您了。哪里啊，慢走啊，再见，慢走。古玉画廊跟你们美德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合作关系。仕女图的交易中，你们能得到多少利润10%的利润。这件事主要是谁负责和你们联络？是钱大伟。安队长，对不起啊，是我大意了，影响了你们的工作，我内心感到很愧疚，我今天特意来向你们道歉了。行了，您坐。这事儿该说道歉的应该是我们，害得您呐还得住院。怎么样，身体状况好点了没？还不错。我说安队长啊，你说那个祥云印记，你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好啊，徐老，您看，都在这儿呢，您瞧瞧。这个都是一般的印记，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能不能看看原图啊？可以啊，就在这儿呢。您看，这造假者呀，手法高超，老奸巨猾。你看看，他用的这个纸啊，实际上是由2张纸来组成的。老人家，您坐下说，别太激动啊。来，后画的这一部分用的是先前的那种老纸，这颜料也尽量用原来的那个年代的。这画工啊，自然就更是一流。通过装裱啊，新画和老画浑然一体，所以蒙蔽了我。薛老，您能从笔墨纸之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吗？你来看，新画的这一部分啊，用的是荆州纸，纸的年纪超过了100年，也算是老古董了。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你看，再被颜料遮蔽，通过做旧，那就很难看出来了。我知道，这个荆州纸啊，存数不多，它必定是一流的藏家所藏。这价格高昂啊，只要有钱呐，也并不难找。只要遍访本市的知名藏家，我相信你一定能得到有用的信息。哎呦，薛老，谢谢你啊，谢谢您啊！哪里，您为我们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谢，非常感谢您。哪里？哎，哟，麻烦你了。没事儿。谢谢啊。大爷，我是警察。哦，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啊？我想问一下，您这儿有荆州纸吗？荆州纸啊，你可算找对了。本市有荆州纸的就这么一家，不过1年前啊，我们丢了1领。我估计啊，是我们同行干的。您当时怎么没报警呢？这不是怕麻烦吗？再一方面，报警也不一定找得着啊。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吗？当时的情况我也说不上。哎，大爷，您这里还有吗？哎呀，好像还有一张，不过在仓库呢。领导啊，这个案子很复杂，而且啊，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新的线索，所以暂时不能移交给检察院。
根据我们的推理和取证，这个张文波很可能没有刺出致命的一刀。在案发现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可能存在一个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那你能证明吗？暂时还没有。小赵啊，我们不是不要推理，更重要的是证据。如果现在没有新的证据，就提交检察院，等有了再说。行了，把这个案子暂停一下，把卷宗提交给检察院。证据，可是我们行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查的好好的，就是真没法搞。哎呀！大伙儿不要有情绪。赵局他说的没错，我们缺乏有力的证据。只要我们找到有力的证据，就能说服他。来，干活吧。还忙着呢。哎，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给你们买了点宵夜过来。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哎，对了，我这有几张电影票，最近有个电影叫《心理分界》，特别好看，一定要看啊，对你们肯定有帮助。谢谢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再见。安队，你看，这样，长官，你把古飞和家俊叫过来，好快！哎，小武，哎，盒饭拿走。好嘞。舒服吗？舒服。喂，啊，西薇，你能回来一下吗？现在啊，行吧。妈啊，我有点急事儿，我得现在出去一下。现在走啊？嗯。哎，闺女，哎，你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哦，我去趟公安局。哎，让你爸送你。哎，不用，我打个车就行了。现在车不好打，把孩子送过去。啊，送，我们在公安局门口等你，好不好？啊，走吧。行吧，走吧。哎，走。你看，这大半夜的，把你找过去，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薇薇啊，我看你顾问呢，当地也挺辛苦的。都说了，你们不用送我，打个车的事儿。这不是不放心你吗？哎呀，这当警察的真是辛苦啊，这大半夜的还不能休息。哎，薇薇，我看你跟那个安磊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哎，你看你们又想歪了，我们两个只是工作上有很多牵连，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我还在给他们做心理辅导，见面也是工作，你们就放心吧。哎，我是啊，据双手赞成自由恋爱的。你看，我们也不像那种古板的父母。老邓，你说呢？你看，是，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你们还老问我。哎，薇薇呀，你看，警察这个工作风险的确是太大了一点儿。你看你爸，当年就是这样。行了，别老跟我提他好不好？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不好意思，把你叫回来，来坐。啊，西薇，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信封哪来的？邓总公司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信封上的 logo 跟我们的案子有点关系。哎，西薇，能找你爸谈谈吗？他就在楼下呢，要不把他叫上来？好啊，你把他请上来吧。嗯。啊，邓总，你好。你好，安队长是吧？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客气了啊，您请。好。邓总，我们把您请来呢，是有件事想问您。这个信封是你们公司的吗？这个信封是我们公司的，但是还没有正式启用。我想问一下，这上面的 logo 是谁设计的？好像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设计的。邓总，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顾飞，你记下。13980006939。去查一下。是，陈环，你去查一下本市有几所这样的院校，快去。好。邓总，谢谢您的配合。不过有件事呢，我得跟您说一下，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您不要离开本市。可以理解，谢谢。那我可以走了吗？啊，当然。好，谢谢。幸会啊，请走。有事人给我打电话。安队，查过了，那个号码只打过一个电话，是元和集团。元和集团？安队，本市有3家美术学院。去查一下，一定得把这个学生找出来。今年有个学生不见了，有3、4个月了，平时我们也很少看见他。听说他在外面帮助别人干活，帮别人画画赚钱。不过呀，我听说他好像受了什么人欺负，给别人画画，但是没拿到钱。这孩子有自闭症，他叫高小虎，专业不错，善于画山水和工笔。你能带我去看看他的画吗？可以，前面有学生的画室，里面有好多高小虎的画，就在前面，走吧。好的。这就是学生的画室，学生都出去写生了，所以教室里没人。这就是高小虎的画。哎，校长，啊，我注意到高小虎画的画纸跟其他画的画纸好像不太一样。哦，这就是荆州纸，价格很昂贵，所以啊，市面上很少见。荆州纸。根据我们前期调查，本市唯一一家有卖荆州纸的洛阳纸店，前一段时间刚刚失窃，失窃的就是荆州纸。你们怀疑是高小虎偷的？现在还不确定。是这样，校长，我想去高小虎的宿舍看一下。这样吧，配合警方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带你到高小虎的宿舍去看看，好不好？那就太谢谢了。啊，走。这就是高小虎的宿舍。美术学院嘛，有油画，还有速写，还有一些人体的巨幅画像。高小虎的床是哪个？这就是高小虎的床。
荆州纸。这个就叫荆州纸。对，这就是荆州纸。喂，安队，我在大象美术学校找到了一名叫高小虎的学生。我在这个学生的宿舍里发现了荆州纸，还有仕女图的缩小版。很明显，这个高小虎对仕女图进行了临摹。等着我，我马上过去。好，我等你。不飞，安队，这就是高小虎的2个同学，这位是校长，还有这个是我刚才打电话给您汇报的仕女图的缩小版。你们是高小虎的同学是吧？哎，是的。我想问一下，哪些画是高小虎画的？啊，这2个都是。哦，还有那个也是。对。哦，真不错。看来这高小虎喜欢这些街头涂鸦是吧？对，他超喜欢的，我们也都喜欢，我们经常一起约着玩涂鸦呢。是吗？哎，你们都是在哪玩？一般都是在一些旧的厂房和一些拆迁区之类的。这些地方对于我们涂鸦爱好者来说都是乐园。有固定的地点吗？哦，有2个。顾飞，你记一下他们说的地址，一定要记清楚了。待会儿你给家俊还有陈欢发一下地址和照片，记住了吗？不错的爱好啊，去吧。哎。喂，家俊。这里。一会儿古飞呢会把一些地址和一个学生的照片传给你，还有陈欢，他叫高小虎。好，我知道了。对了，对，你们俩去的时候买点喷气罐。为什么？套近乎呗。这孩子啊有点自闭症，你们俩分头行动。哦，对了，家俊，你嘱咐一下陈欢，陈欢说话直，他办什么事总是欠考虑啊，说话一定要注意啊。是。好。高小虎，你在画什么呢？高小虎，我这有新的喷漆，都是给你的。高小虎，高小虎，
我只是想留个记号。小虎，我们换个地方说好不好？走。安队，来喝口水。哦，你叫高小虎吧？嗯。你画了很多画，我们都看了，非常不错。谢谢。高小虎，你能在这儿帮我们画幅画吗？这里不行，你们这里不行。我知道那些画你不是在寝室里画的，那幅仕女图画得相当不错，一定是在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画的，是这样吗？嗯。不仅风光优美，而且很清静。那个地方是找你画画的人帮你租的画室吧？嗯。哎，小伙，你还记得那画室的地址吗？我说不出来地方，但是我认得路。一会儿让这个大哥哥带你去，你给他们指路，怎么样？没事没事。家俊，临摹一幅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不是1、2天能完成的。这犯罪嫌疑人给他找了个画室，第一个让他安心画画，第二个方便控制他。你刚才也听他说了，他说那个地方清静，而且环境优美。我猜应该在城郊或者山里。一会儿你跟他去一趟。好，还有个事儿。高小虎掌握的很多线索是我们没有掌握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知道了。我担心，如果让犯罪嫌疑人先找到了他，他会有生命危险。趁着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找到他的时候，先找到画室，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别的线索。安队放心，我有情况马上汇报。我这就去。小伙，小伙，我们走吧。好。没事，给哥哥带路，走吧。哎，咱们就在这儿吃吧。老板，点菜。哎，稍等，要点什么菜啊？要一个回锅肉，一箱肉丝，再来个蛋花汤。好。小虎，你画的这个假画，成交额这么高，如果追查下来，跟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我看了新闻，拍下画的那个老板被杀了。老板，菜快点。哎，稍等啊，我去看一下。好。哎，老板，碗筷还没拿过来。哎呀，忙不过来了，在消毒柜里，麻烦你自己取一下吧。等我一下。站住！站住！站住！好，
我知道了。还没死。120吗？快派救护车！高小虎醒了，但他说行凶者蒙着脸，看不到长相。你们根据高小虎手机拍下的线索去调查所有纹身店。是。这边。老板你好，我是警察。什么事啊？找你了解点情况。啊，来，请坐。好，谢谢。老板，这个纹身你有见过吗？啊，这个纹身，客人呢没留资料，但是我们拍摄作品的时候啊，会有他的照片。你还记得这个客人长什么样吗？这个客人啊，长得有1.8米高，挺壮的。老板，你留资料有没有影像的资料，比如说照片什么的？有。好，能给我们看看吗？可以。对，就是这个人。来，这个。老板，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纹的吗？大概2个月以前。这张照片能让我们带回去吗？行，没问题。好，谢谢啊。不客气。好。啊，再见。再见。血液上发现了2种血迹，一种是高小虎自己的，而另外一种应该就是嫌疑人的。嫌疑人在行凶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自己的手受伤，把血迹留在了血液上面。你记得吗？上一回传唤钱大伟的时候，我曾经给他抽过血。我刚刚进行了血液对比分析，发现高小虎的血液上的血迹，除了他自己的，还有就是钱大伟的。啊，太好了，海明，马上给我传过来。蔡军、顾飞，在高小虎的衣服上查到钱大伟的血迹，这回抓他，他没有什么话讲了。在指定地点汇合，立即行动，快！趴在这儿。跟我来。你被逮捕了。
走。安队，看清楚了。带走，走。柴总，好，许巍，来，坐。您找我什么事儿？董事会委托我，作为公司的律师，希望你能帮股东摆脱困扰，应该没问题吧？钱大伟如果触犯法律的话，柴总，这个事儿会很麻烦。不过，我作为公司的律师，我会努力的。你放心。那就好，我们对你都很有信心。谢谢。钱大伟，你把袖子撸起来。我说的是右手。你告诉我，你4个小时之前在哪儿？我的家，喂鱼，看电视。谁能证明？我自己呀。那就是说，你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在什么场啊？4个小时之前，高小虎被刺。高小虎你该认识吧？认识，也就是画画而已，其他的我一概不知。你是不是找高小虎临摹过画啊？从来没有。没有过吗？我又不是学美术的，我懂什么呀？而且呢，投资顾问把画拿来说画值钱，它就值钱。就连那个老专家徐老，不是也走眼了吗？我分辨不出画的真假，太正常了。钱大伟，在高小虎的血衣上发现了你的血迹，你怎么跟我解释？喂，是。周欢，继续审他。是。安队，喜薇，你找我什么事？正忙着呢。钱大伟的事儿，你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再诱导我的当事人回答你们任何问题。可是我们已经掌握了钱大伟涉嫌杀人的证据。但是你有直接证据吗？就能证明他杀了人吗？所以，你们在办案的时候不能再诱导他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还有，我会尽快申请见我的当事人。目前呢，正在审问中。赵军，您跟上级领导说一说吧，我们无法提前移交给检察院。案卷已经移交给检察机关了，不过我还没有最后签字，也就是说还没有走完上面的程序。我相信你们特侦组，你们就放开手脚去干吧。是。钱大伟是我们最后一个抓捕的，每个人都和钱大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我们应该重点先弄清钱大伟集团跟秦薇薇集团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线索已经浮出水面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查清楚张文波的实际状况。陈欢，你说说你那边情况。好。钱大伟命高小虎画仕女图来进行造假，然后授意古云画廊收购，再让美德拍卖行购进后进行拍卖。这些古云画廊的法人已经全部交代了。
这个画的原价值在100万元左右，但是画的尺寸加大，至少提升到了200万。在经过几轮的竞价炒作之后，这幅画在李翔购入的时候应该是1300万元，那这里面就最少产生了1100万元的差价。这1100万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合法合理的流动了。这个李翔为什么被杀？目前存在诸多的疑点。我们推测，李翔应该就是秦薇薇命案的指挥者或者是实施者。他们一定是认为我们察觉到了什么，所以杀死了李翔，除掉了他们的得力干将李翔。现在让我们感觉特别被动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凶器。只要我们能找到凶器，这凶器上肯定有血液痕迹，就能让钱大伟彻底伏法。来，喝口水吧。钱大伟，原名钱森，1990年入伍，96年成为士官，精通各种格斗、射击，擅长使用各种冷兵器。我说的没错吧？你没法证明是我干的。我们这行里啊，有句老话：尸体会说话，这些证据会不断的跳出来。新发现吗？对，我从李翔的指甲缝内提取的人体表皮组织监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发现确实不属于李翔，跟你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和你们送过来的水杯上提取的物质报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同属于钱大伟。好，海兵辛苦了。请大楼里的所有人员立即离开，不许携带任何文件和物品。对不起，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影响本集团的正常工作。我有搜查令。古飞，和你说的一样，美德拍卖行和古源画廊的业务来往很频繁，而且这里面有个神秘的买家，名字代号叫 L。请银行方面协助。家俊，这事你负责。顾飞、陈欢，你们俩跟我走。那个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儿？钱大伟他又被抓走了，
这次可不是简单的传唤了，是拘捕。啊，这事儿我知道，我还专门让熹微作为咱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去跟他们交涉。真是把我气死了！你说这永康，这得出多大的名啊！对了，帮我分析分析，你说这事儿对诚信集团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个我还不太好说。可是你也知道，现在互联网上那些评论啊、舆论啊、风言风语的，那些我就管不了了。好了，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了，来吃饭。行。我这儿有祥云。我这儿有祥云。我这儿也有。你们说一幅画值1300万，这李祥家有这么多画，那价值应该是多少？哎，古飞，你看，这里面有一组英文字母，还有一些数字。我觉得这是密码，密码本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密码里面有英文，我猜应该是英文书。找到这么2本。如果是这2本的话，我觉得钱大伟应该用这本当密码本。奥赛罗，因为他这个人是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往上爬，他根本不喜欢看什么诗歌。分析这么透彻啊？不信你看看，第1行，第4页，第5行，第3个字 N， 第5页，第2行，第9个字 I， 6， 96696668，电话号码。喂，你好。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喂。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请问你是？你是欧家俊吗？对啊，是我。你是古飞吗？我在古云画廊，你们怎么把电话打这儿来了？没事。陈峰刚才把密码破译了。原来是古云画廊的电话号码。他挺厉害，都快赶上余则成了。安磊，啊，来啊，赵局，坐。赵局，这个案子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在李翔的家里发现钱大伟的表皮组织，这就说明李翔跟钱大伟存在不寻常的关系。继续。永康公司的账目跟我们之前去李翔家搜到的燃烧残留物均为密码记录，我们已经启用了密码本，正在破译。永康公司跟这2个画廊在业务上往来特别频繁，数目巨大，我们怀疑他们洗钱。还有赵局，我们请钱大伟2进宫的理由是，钱大伟跟这2个案子
都有关联，而且现在种种的证据和线索都指向了钱大伟。这次钱大伟再想要推卸自己的罪责，恐怕很难。好啊，你们的进展不错呀。报告已经为你们交上去了，上级领导已经表态，坚决支持你们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你也知道，上级领导呢想在退休之前把这个案子了结了。这个政法委啊也高度重视此案，一定把它办成铁案，不要受任何人干扰，放手去做。是。15天的拘留期马上就到了，再过1小时，你就得把我放了，可不要超期羁押哦。我也提醒你一下，羁押时间为2个月，复杂案情为3个月，复不复杂那就看你了。如果你愿意拖的话，那就是给我向检察院准备材料提供了时间。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现在检察院可以批准拘捕你的决议。你现在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不重要了，法院看的是证据。你也喜欢莎士比亚？当然了，世界名著谁都喜欢。地狱和黑夜正酿成这空前的罪恶，他必须向世界显露他的面目。伊阿古的台词，精彩，很精彩。你当初怎么会去考这个警校？你应该去考表演学院。钱大伟，也许演戏我演不过你，不像你那么熟悉外国文学。不过有一点，我懂一些密码知识。这上面写的组合加在一块就是一个电话号码。我们打过去了，是古云画廊。用这个方法记个电话号码，奇怪吗？你说呢？你涉嫌谋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开什么玩笑？我开玩笑。钱大伟，很多细节我不和你多讲了，我想你比任何人清楚。你嫁祸张文波，去杀了李翔，眼看事情败露了，你又想杀了高小虎。第一次杀人，你是想隔断李翔和秦薇薇之间的关系。这刀借得很高明，我不得不佩服。离神不知鬼不觉就差一步。高小虎给你们画了很多画，这些画价值不菲，就凭这点判你个死刑都不冤枉。这些画和生命之间，你选择了利益，大致就是这样。你说的，也许全都是真的，也许你的推理也是正确的，但是你只能证明局部，不能证明全部。再说了，我不认可，法院也未必会认可你这个漏洞百出的推理。审判你是迟早的事儿，你就别指望，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大伟，密码本、DNA 还有纹身。除了 DNA 是我们掌握的，其他的都是我们推测的。而且我们掌握的这些证据都不能直接作用于钱大伟。我审过这人几次，这人嘴很严，我们要用证据讲话，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就算退一步讲，他承认了，他随时都可以翻供。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梳理一下钱大伟的犯罪心理了。没错，是时候了。安队，我觉得钱大伟不可能知道我们实施抓捕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他可能已经怀疑我们会采取行动抓捕李翔，所以我们在李翔出事之后的5到8分钟赶到现场，
在时间点上是一个巧合。解决一下为什么是当天杀人，而不是提前杀人。我们都知道钱大伟是特种兵出身，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他老奸巨猾，精于算计。按照正常的思维，他完全可以买凶杀人，去处理掉李翔，但是他没有，他设了一个诡异的局，让张文波进入他的圈套。老四，你当前主要任务就是不断给那个张文波说那幅仕女图，让他对这个仕女图产生兴趣，鼓动他想办法去把这幅仕女图给偷了，明白吗？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告诉张文波那幅画作的老四不见了，是吧？听说他回家了。是，我查看监控的时候都发现了同一张面孔，就是这个人。小吴，你给放下。犯罪分子在事后往往会回到现场，以便进一步观察情况。顾飞，现在你重点来调查这个人。我觉得钱大伟要实施自己的计划，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张文波要进入李翔的别墅。我估计这个钱大伟一直在暗中监视张文波。当他发现张文波那天准备进入到李翔家里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所以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李翔打电话，让他回来谈事情。现在这个案子就清晰多了。邵龙跟张文波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张文波之前跟邵龙发生过矛盾，他用笔刺伤过邵龙，邵龙他怀恨在心，他想干掉张文波。他们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邵龙有点着急了，他去问钱大伟，要不要立刻动手？钱大伟说再等等。就在这个时候，钱大伟察觉到我们已经查到李翔的事情，所以他让老四告诉张文波偷画的合适时间。哎，怎么样，兄弟，干不干？今天可是最好的机会。我干。于是，他就到了李翔的别墅里面。他先给李翔去电话，他问李翔那密码本是不是带在身上，李翔说没有。他就命令李翔赶快回来把这个证据销毁。李翔是迫不得已才回到别墅去销毁证据。伟哥，你好，你好。李翔，你现在马上回家，把你手上的资料销毁掉。你让我现在回去啊？我正在去机场。不行，现在必须马上回去，快点。好，我知道什么轻什么重。好，掉头回别墅。好。这时候，钱大伟为了让张文波能够顺利地进入到李翔家里，他就把饭厅的窗户给打开了。张
张文波此时也赶到了李祥家里，他撬房门并没有撬开。看到了饭厅没关的窗户，他想都没想就进去了。他进入房间之后，先看了看花瓶，然后呢，又看了看墙上的仕女图。他把仕女图偷走了，顺手又偷了其他几幅画。正要离开的时候，李祥回来了。你们俩守着门口，等我一会儿下来。是。张文波没办法，他只能躲到一个暗处。李祥直奔他的书房，他发现钱大伟在，他肯定很意外。钱总，你怎么来了？赶快处理掉。哦，好。钱总，好，终于处理完了。钱大伟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刀将其毙命，然后将李祥挂到衣架上，移到客厅里面。今天你走不了了，今天你走不了了。不是，大哥，你走不了了。张文波在暗处，他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当他准备逃跑的时候，发现了李祥在客厅里。他以为李祥看到他了，于是乎他就拿起刀刺向了李祥。张文波发觉李祥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就匆忙地逃离了。此时，钱大伟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整理现场。他又把李祥的钱包和手表都给拿走了，于是就造成了入室抢劫的一个假象。当他的保镖发现进入家里有异状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赶到了。案子的经过就是这样。安队，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悬了。你是怎么想到的关于衣架的事呢？第一次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衣架。怎么了？这个轮子上残留的，好像是血迹。我觉得我们这个理论是站得住脚的。各位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安队，关于衣架，我有一个疑问。
按照你的说法，钱大伟是拖着挂在衣架上的尸体往前走的。这就是我让海兵去检查那2刀究竟是谁先谁后的原因之一。海兵，你能查一下刀刺的前后顺序吗？刺中死者的2刀是存在先后顺序的，第1刀致命，第2刀只是穿破皮肤和皮下组织，根本无法造成死者的死亡。我们知道张文波并没有撒谎，他的确是刺向了李翔1刀，可那1刀并不是致命的1刀，他只是因为李翔站着。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受了外力的支持。我在李翔家里转了很久，这个衣架引起了我的注意，支撑他的只有这个衣架。把李翔绑在衣架上，亏钱大伟想得出来。如果张文波没有发现桌上的水果刀，他也不敢拿水果刀去刺李翔，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也不准确。以钱大伟的身手对付一些人，不在话下。即便张文波那天没有刺李翔，今后我们也看不到张文波了。钱大伟会先杀李翔，然后再杀张文波，制造一个假案。总之一句话，李翔那天必死无疑。他担心的就是杀了张文波会节外生枝。钱大伟想尽快除掉李翔，所以他设了一个局，他需要一种心理刺激。他希望这个局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他不允许他这个局有任何的瑕疵。这个人太自负了。这个局的确很诡异。钱大伟让张文波这把刀作为掩护，还要让张文波觉得是自己杀的。而有意思的是，张文波自己真的是以为他杀了李翔。张文波不知道自己那一刀是刺在尸体上，他也不知道指纹这个事情，所以在犯罪现场有他的指纹和脚印。而且钱大伟知道我们很关注这个案子，张文波肯定会被抓的。等张文波被抓的时候，他就百口难辩了。钱大伟很聪明，他知道在现场是不能够留下指纹的。但是他聪明过头了，或者说百密一疏。要是以张文波的经验，他肯定是不会在案发现场去清理指纹的。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发现了钱大伟的钱包，而钱包上没有指纹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钱大伟接触了钱包。所以说，在这么紧张的关头，他只能将所有的指纹都处理掉。那他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哦，对了，还有一点，钱大伟为了不留下自己的脚印，穿了李翔43号的鞋。虽然说鞋印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鞋的着力点留下的痕迹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的疏忽。之所以窗台上有李翔的鞋印，就是钱大伟翻窗逃走时留下的。陈欢，你说说高小虎的案子。高小虎被刺，钱大伟拿不出一点不在场的证据。当得知高小虎逃跑了的时候，钱大伟知道这是唯一可以杀高小虎灭口的机会，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对高小虎下手。根据在现场留下的脚印尺寸，我们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应该是在1.78米左右。还有，高小虎身上的血衣上发现了钱大伟的血迹。我不太明白，这个钱大伟为什么要对高小虎下手？那孩子只不过画了几幅画嘛。因为李翔的死和秦薇薇有着重大的关系。秦薇薇的案件我们已经侦破，李翔就会落网。李翔一被抓，他所有的账户都会被冻结，而且会被监控。这样的话，一笔笔巨大的账目交易就会暴露，那么李翔和钱大伟洗黑钱的事情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如果洗黑钱的事情不被发现，那高小虎就不会有危险。如果洗黑钱的事情暴露了，那自然
高小虎一定会跟着画作浮出水面，也就成了证人。少一张嘴开口，就多了一份安全。钱大伟想和李翔撇清任何不正当的关系。这样，提审钱大伟前，我们让他老朋友过来帮帮忙。邵总，不好意思啊，百忙之中把你给请来，配合我们工作。好，没事，这都是应该的啊。邵总，我得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301条，严重包庇罪要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啊。啊，这我知道。就是那回，张文波去我们公司啊拿签字笔把我刺伤以后，我呢就派人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赶出了大门外。我呢从窗户上往外看，看见钱总的车正好停在他的旁边，我心里还想呢，钱总会不会在车上啊？哎，钱总还真下了车，和他聊了起来，然后派车把他送了出去。是这样啊。啊，邵总，你们给施药者用的是什么药啊？有什么副作用吗？都是有批号的正规药，我们的一切试验都是合法的。这帮子人呢，平时不工作不劳动，每个月有几千元的赚，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身上有点不适，他们也就不在意了。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嘛，多少会有点，好像就是关节有点不舒服，就有点像风湿疼这个样子。至于到底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对，我也是个打工的，对那些化学的东西，我也不是很在行。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我们的一切试验都是合法的，都是正规的，我们不会做那些犯法的事情。这一点还望你们明察。您放心，我们会好好调查的。好。你们不是说我杀了李翔，还伤了高小虎吗？可是你们没证据啊！你们让我承认的，都是你们逼我的。是那天晚上我是去了李翔别墅，说人是我杀的，你们能证明吗？钱大伟，我们恢复了你们之前删除的实验室的监控录像留下的视频资料。在监控录像资料中，我们发现张文波非常喜欢看电视，近乎于痴迷，这一点你不会不清楚吧？之前电视上长篇幅的在报道《仕女图》这幅画的消息，张文波肯定是知道的，所以你对他进行灌输这幅画有多值钱。他一个重病之人，穷困潦倒，这么大一笔利益摆在面前，他肯定选择铤而走险。钱大伟，你好好想想，我劝你还是交代吧。行，我马上到公司。我佩服你们的智慧。那你能不能说说秦薇薇和李翔的关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翔是我们这里黑市里头目，他排挤秦薇薇，占领了本市的毒品市场。在我们和银行联手严厉的打击下，你们想出了洗黑钱的方法，那就是大量的制造名画。李翔通过大价钱购买，让这些黑钱合理的进入古云画廊和各大拍卖行，而这些交易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秦薇薇的案子让我们调查到了李翔，你怕李翔连累到你，正好永康公司的制药者张文波不停的闹事，于是你就引诱张文波去偷李翔家里的画，你暗地里杀死了李翔，嫁祸给张文波。高小虎是你们洗黑钱当中最得力的工具，简直就是你们的提款机。当我们查到高小虎的时候，你慌了，于是你就想杀高小虎，要杀人灭口。你以为只要高小虎死了，你就没事？哼！可是你没有想到，我们查到了高小虎和某家公司联系的电话卡，这张电话卡只联系过一个电话号码，
而且这张电话卡不是本市的，是距离本市50公里云雾山地区的电话卡，那里是画家云集的地方。你们古原画廊要求的数量太大，高小虎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想必你也不知道这些画有多少个作者吧？检察长，时间有点长，耽误你工作了。没事，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感谢。领导对你们也很满意，他对我们说，为拥有你们这么优秀的公安干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检察长，我有事想请教你一下。以你们的经验，你说张文波能不能以保外就医或者不是故意杀人罪起诉啊？这个事儿的确很为难。我们呢是打算以盗窃的罪名起诉他，因为杀人的关键点还是有疑点。不过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依法办案的。好，你们的重要推理，我们一定会仔细研究，不会让你们的心血白费的。我没有杀人，那天我是去了李祥家，我恰巧看见了张文波，我亲眼看见是他杀的人，他连捅了2刀。钱大伟，你别再嚣张了。我想证明你杀人动机并不难。你蛊惑张文波去盗窃，并嫁祸他杀人。李祥本来驾车准备逃跑的，可是接到你电话之后，马上掉头回去。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跟李祥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掉头？你可以去查电话记录啊。李祥的电话已经丢失了，我想是被你给销毁了。但是李祥的保镖告诉我，他有2部电话，已经消失的那部电话，我们通过电信部门已经拉出清单了，没有任何记录。不过你没有想到吧？我们是通过另外的一个电话查到了你们通话记录。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李祥被杀的10几分钟之前，他接到你电话会掉头回来？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和推理，法院那边只相信证据，所以我们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推向法庭。一个重要的进展是，钱大伟他承认他在现场，但是一口咬定是张文波杀的人。还有一个新的证据，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李祥出事的前10几分钟，他跟李祥去电话让李祥回家。我相信只要我们找到证据，法院会采信的。对了，安队，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刚才海滨给我提供了一份张文波的体检资料，根据资料上显示，张文波这个人是有夜盲症的，在他试药之后，他的夜盲症会更加严重。我在想，李祥命案当晚，张文波进入别墅之后，本来他就有夜盲症，再加上惊吓，所以他是看不清李祥的脸的，更不会注意李祥的身后到底有没有一个衣架。我觉得钱大伟一定是了解过张文波的体检资料，才敢用这样的手段去迷惑张文波。这么说是钱大伟既有杀人动机，也有行动。下面我们就得看检察院的工作了。在里面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是。安队，你怎么知道凶器在这儿？根据物证中心的报告显示，
我们在钱大伟家找到的衣服袖口上的水渍，应该是鱼塘或者是鱼缸里面的水的成分。还有一点，我看过他们家，李祥家就只有这么一个鱼缸。还有就是他的袖子到袖口之间水渍的距离，正好是这个鱼缸水位线的距离。被判处死刑的，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你救救我，救救我呀！哎呀，放开他，钱大伟，现在只有你自己能够救你自己。我希望你戴罪立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今天上午才回来。我这一出事，你就回来了。这有的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大伟，你现在在这儿还习惯吗？死不了。啊，这个天儿啊，开始变凉了。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带了几本书。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不喜欢就是看书。主要在这里边啊，电视、电脑什么都没有，看看书，解解闷儿。行，我官司的事儿啊，你还真得上点心。放心吧，有我在，我会尽力的。大伟啊，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不需要了。好，有什么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再说吧。我走了，警察同志。行啊。你们两个出去，把卫生打扫一下。是。